Hello，大家好，欢迎回来今天的视频。如果你们发现我换了新的发型以及新的背景，没错，我人呢现在在中国，我一个朋友家里。然后呢，我也决定不再留齐刘海了，所以今天是第一条没有刘海的视频，所以请大家看习惯我这颗大额头，好吗？这一期的内容是来自于我收到的一条留言，说想让我来讲一下，不要为了好看的外包装就冲动消费。那么这条视频不就来了吗？很多人买东西真的跟外贸协会没什么区别，都是先看脸，脸一好看，后面什么都好说。只要包装够好看，产品图够吸引你，马上二话不说就把钱给掏出来。至于这东西好不好用，适不适合自己，都不是要考虑的事情。重要的是它摆在柜子里好看，拿在手上够有逼格。最后东西放到过期变质了，还要安慰自己，至少摆在那边好看就够了。所以今天的视频呢，就直接来说一下，为什么一看到外表好看的东西，我们这脑子就不太好使了，而且越好看的包装反而越难用。当我们去买一件东西，首先都是被外壳所吸引住的。就好比我们去面试，第一眼看到的是对方的外表、穿着和气质，你不可能一上来就能知道这个人的工作能力怎么样，性格怎么样，相处起来融不融洽。所以很多时候，这第一印象就已经在那几秒钟里形成了。那放到产品设计上来也是一样的。你在网上看到一个产品，最先看到的肯定不是它好不好用，也不是它的功效有多厉害，那是什么呢？没错啦，就是靠几组产品图来吸引消费者，角度要拍得好看，灯光要打得好，整个画面必须看起来高级有质感。等真正收到货了，就会发现色号和官网上的有差别，或者外壳在图片里看起来很有质感，实际拿在手上就是个轻飘飘的塑料壳。如果他们的产品在第一时间里不够吸引消费者，那就连被我们点开的机会都没有啊！你看现在大部分彩妆品的包装都做得很精致，一看就知道是花了心思去设计，摸起来也沉甸甸，很有分量，盖子还是磁吸，打开还有咔嗒的声音。有些呢会做成皮革材质，还有的会做成雕花或者是浮雕，整个看起来像一个精致的小摆件似的。像花知晓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它能算得上是彩妆界的包装卷王，外壳上都会做的很多细节，比如浮雕、花纹，还有很梦幻的颜色搭配，这也吸引了很多人买回来，就算不用，摆在家里也是很好看的。这就来到了今天的重点，很多人的消费顺序完全变了，一定要壳子好看，只要它足够美丽，花钱这件事嘛就很迅速了，甚至可能还没搞清楚这个产品适不适合你，仅因为包装看起来很可以，就会在心里默认它应该用起来也不会出错吧。说一句扎心的话，大家买彩妆都不是根据需要去购买，更多的是收集桌面摆件，每次看到联名一出来，二话不说也要买下来。至于粉质好不好用，显不显色，都变成了次要的事情。就算难用又怎么样呢？不照样还是找借口说包装太好看了，我舍不得断舍离来继续留着。我都能想象到有人会在下面评论说，我就是喜欢将化妆品摆出来好看，不行吗？你当然可以呀，如果你只是想要一个摆件，你买多少回来都可以。可你是在用买彩妆的理由不断往家里搬回一些自己根本不会用到的东西。是你的梳妆台看起来很精致，背景后面的展示柜更是彰显你丰厚的财力。最后粉已经干了，口红过期，眼影结块，唇釉变味，它们的唯一功能啊，就只剩下看起来好看。你花的是买化妆品的钱，最后得到的是放着不用，只留下观赏性的外表。回看这几年彩妆品的变化，以前我们在意的是口红色号涂在嘴上好不好看，会不会容易掉色，现在不仅是要能在拍照时充当道具，还要拿在手上好看和好玩。总之啊，一个比一个花样多，要做的像一个小首饰一样，在上面挂几串链条，要能挂在包上，要能装进手机壳里，能拿在手上显白。这里就拿 Hailey Bieber 的彩妆品 Rode 来举例，它设计出来的手机壳是可以将唇釉放进去。当时这个手机壳出来的时候，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很新颖的设计，拿在手上也很有记忆点。但我们从一个理性的角度去说，这手机壳难道真的有那么方便吗？它既不能平放，重量是又重又厚，放口袋里不方便，拿在手上凸出来的那一块又很别扭。那为什么依旧还有人愿意
花这个钱呢？这就要讲到第二部分的重点了。好看的包装往往产品是最难用的，因为这些设计都是为了视觉效果，根本不会考虑你好不好拿取，用起来会不会碍事。彩妆界已经不是在卷谁更好用，而是在卷谁会创新，谁能带来第一眼的惊喜。这里加条链子，那个做成挂件，恨不得将彩妆品做成一个玩具，一个小摆设，放在桌子上，看起来比用起来还让人兴奋。这也让我们无法抗拒这种如此新鲜的小东西，买它既不是因为自己能用到这类的东西，也不是说已有的产品有多难用，单纯觉得这设计太特别了，让你拿到手上会开心。这种新鲜感来得快，去得也快。它们大多数呢都是经不起日常反复使用的，不是包装太大横碍地方，不好收纳，用着还硌手，最后你还给自己洗脑，以后一定会用到，一直放在抽屉里也不会亏钱。说出这种话呢，就是不想承认你这钱花的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值得。如果视频你看到这里，请不要再说买化妆品是让自己开心，心情不好就想买化妆品之类的话。你开心可以，买也是你的自由，可要是你买回来之后就往抽屉里一塞，既不用也舍不得扔掉，这样的开心就是花钱买来的冲动，它就是冲动。这种行为就是在浪费，因为不是每一次情绪不好都要靠花钱来安慰自己，更不是买回来就放着不用，还能骗自己说，哎呀，我很开心，我很开心。你那根本就不是让自己开心，而是让商家的钱包开心啊！最后等个2年5年再回头看你这一堆彩妆品，等到那时候要断舍离，只会让你更加头疼。如果你是个很容易被好看包装吸引的人，然后又控制不住花钱，那么可以试试这几个办法，不能说100%让你不买呀，但至少能让你尽量避免不要被好看包装所骗走了你的钱。当然，如果你执意为此花钱，那我只能说祝你的钱包好运吧。第一点，直接就把这好看的包装从你的脑子里拿掉。你看到一个产品，先不要去想象它摆在你的收纳柜子上有多好看，直接在脑子里把它想成一个最普通最没设计感的外壳，然后再问自己，如果它的包装是长这样，你还会不会继续买？如果你一下子没那么想买了，那就说明你并不缺这个产品，只是舍不得那好看的外表。这个方法很直接也很残忍，所以你要想清楚，你是想让钱包流血，还是为了你那虚荣心买单。第二点是去搜一下这个产品的空瓶是什么样子，去搜看别人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是什么样的感受，去看一下这些东西被使用一段时间后的状态。一旦它离开滤镜之后，马上就变得普通，只要提前看一眼它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就会少很多的冲动。第三是别着急下单呐，产品呢永远都不会消失的，所以先去翻一下自己现在已有的化妆品，将同类型的都拿出来看一下。想买腮红就把家里全部腮红都翻出来，什么所有柜子一层层都给我翻出来。想买口红就先把你有的口红全部摆出来，顺便检查一下手头上有多少支是已经过期的。你只要这么一翻一看，心里自然就会冷静下来。第四点是对于你越看它越上头，就越想要，这时候该怎么办呢？那咱们先去看它卖多少钱，只要价格一贵，你这心里不就会马上冒出一句，就这玩意儿也值这个钱？那要是价格便宜点，你更要小心了。人最容易觉得才这点钱嘛，买了也没什么，今天花个几十块钱，明天花几十块钱，后天又买一个，最后这钱花的都不是一个小数目了。所以不管价格贵还是便宜，都不要被外包装所影响你的消费。好了，这个就是以上今天所有内容。如果你认为这期视频对你有启发的话，或者是你觉得这期视频帮你省到钱，不要忘记关注和点赞，是对我频道最大的支持，也是对小陈本人最大的鼓励。那我们下周视频再见吧，拜拜。